我们在一起1年了，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总是玩消失，老是找不到人，还总是在半夜，而且不顾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每次都得大动干戈，就差敲锣打鼓了。他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和我朋友的感受？我为啥总消失？还不是因为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他哥们儿叫他做啥他都去，答应我的事儿一件也不做。我一说他还和我俩理直气壮的，我太心累了。不知道他怎么能更关心我一点。我觉得他越来越任性了，然后还无理取闹，总是跟我耍脾气，一言不合就跑，找打仗吗？这不，他这样总是闹，总是跑，让我心态都崩了，不知道该咋整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王先生，23岁，来自辽宁，声乐老师，有请小王。小肖，22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小肖，有请。欢迎两位哈，咋啦，老师？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小姑娘不错哈，然后就也是追求她，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就发现她特别爱闹，总是作，然后最重要就是啥？他动不动就消失，一生气他就没影，联系不到。我为啥消失？还不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有一回就是晚上，我们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回来挺老晚，11、12点了。到家楼下之后啊，就给他送过去嘛，说：“哎哥呀，你晚点走呗，我想录个歌。”我说：“别录了，大老晚的还录啥呀？扰民。”他一录歌啊，就不戴耳机，然后还喜欢搁走廊唱。你说那不扰民？我都说了，我说我在屋里唱，我小点声，我就那时候有状态。我为啥那天晚上非要唱？因为他之前答应我了，他不教声乐的吗？他说我唱个跑调，我帮你把那个跑调纠正过来。我说行。他答应我2个月了，每一次一说教我就这有事儿那有事儿，就一天拖一天。那我不一直是在有事儿吗？我哪有时间呢？那你跟你哥们上网就有空呗。我就说不录，明天再录嘛。不的，就要今晚上录。那你要不给我录，我找我男闺蜜过来录。我当时我就火就上来，男闺蜜是谁呀？是吧？我就找他了，然后啪摔门就走了。然后我搁小区里找了好几圈。你找我了，我就在大门口蹲着。那小区那老大，我现在找完小区吧，然后你一跑，谁能抓得着啊？后来看着个保安大哥，保安大哥跟我说：“哎，小伙子，你是不是找人呢？”我说：“啊，对对对，哥，就门口往右转跑出去了。”然后赶紧往外跑嘛，看着他了，跟路边啊，跟个大蘑菇似的，搁地下蹲着，还搁那就委屈吗？你也不找我。然后你说他一男生，他能抓不住我吗？就这么站着瞅着我走。你每回要跑时候多快啊，根本找不着人都。啥都有理，啥都是我的错。这还没完啊！你看回来了吧，找到人了，还连续剧。好，那咱好好说一说。那我问你，我俩每次吵架生气的时候，你为啥非找你朋友、找你哥们儿啊？那你说我能劝得了你吗？你劝不了我，他们就能劝了我呗？那他们有一个人有一张嘴帮我说呀，最起码。啥事不能自己解决？他非得找别人，弄得人尽皆知。就说找我哥们儿嘛，我朋友过来了，劝他，他就一顿瞪我呀，使劲往外拽我。我说你别拽，咱好好说。你把我手腕都拽红了，那你说我不得甩开吗？我就使劲拽了一下，他这一甩，可能那个劲儿就借劲儿，啪叽摔地下了。摔地下他就之后，我哥们儿过来了，就说我打他。我说的是你推我，我没说你打我。然后我哥们儿后来就跟我说：“哎，你说你找个这样的女朋友，你自己累不累啊？天天还得忙活。”他啥事都跟人家说，他只说他认为的事儿，他不说实情是啥样，人家就感觉什么都是我的不对，他不把全部的事都说出来。那你看看我朋友那么说完你吧，说完你一回之后，我回来还跟他沟通了，不行，又出现事儿了。第2回我发小他们大老远来沈阳玩，大早上应该是8点多钟的火车到这儿，我前一天我们定的是我们去接他。然后他不知道干啥哈，晚上熬夜熬到4点多，第2天早上没起来，人家都到了，他才醒，我就着急啊。然后他还说：“哎，等我化个妆，化完妆9点了，人家都到咱玩的地儿等咱呢。”然后我俩坐地铁去呗，等下地铁人没了，找不到了。我为啥？我那天晚上不4点多钟睡觉吗？起来了我就说：“我说你先走，我说到时候我去找你们去，别让他们等时间太长了。”然后不介，我跟你一起走，我等你。然后等完我到地铁站了，我说哥我饿了，全程一点声没有，就这么站着，脸上可冷了。我说你咋的了？不吱声，就全程冷冰冰的。当时我不是在想吗？啊，对，他就说啊，我不在想，我想你不会吱声啊，就这么站着。那我不得合计合计，想一想。能想一路，也不搭理我。本来就没剩啥，我就想是，哎呀，一会儿到那儿吃啊，还是咱俩路上吃啊，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这倒像是年轻人谈恋爱嘛，就是各种作嘛。我不是说你作啊，
这小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来还做过啥？这事儿还没完呢啊！你说，哎，走了，对吧？地铁就找不着了。我们到了我们去的地儿，该去的门口啊，他还搁地下蹲着呢。他走另一条道过去，我没遇着。他还说我，他都不找我，然后我就想，我先到了，我在那等着他吧。然后到了还说你咋走了呢？我说你都不搭理我，我还跟他站着干啥呀？他说他发小都吃完饭了。我说那你先去上去。我说我自己吃完饭再给你们带回来。不行，就是我说啥都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能让你自个儿去吃饭？然后我就说那咱上去问一嘴嘛。他不的，我就想吃那个，就自己去了，就要去。当时我也生气，我说你爱干啥干啥去吧，自己去吧。然后我就回家，回家也不对，我到家之后，他搁那玩了一天，完了都天黑了才回来。大夏天的，是不是得6、7点钟了？没有那么晚，就5、6点钟回来了。这夏天要天黑得9点以后了，孩子。他每次都是，就是不管我跟他说啥，都是不是那样的，没有，就是非得和我犟。我俩吵架，非得他把我吵赢了，这事就拉倒了。他要没给我吵赢，我俩就一直吵。回来之后，我就看他搁那收拾东西。我说你干啥去？他说我回老家，你管着吗？你说我还不能回老家了。后来就也不知道咋地，搁那磨叽半天哈，然后他也不理我了，也终于答应了。哎，先不走，不收拾东西。好家伙的，可算不走了，空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呢，自己早上不知道哪去了哈，然后回来跟我说啊，我饿了，我出去吃饭去，又吃饭去了。当时我合计，行，你吃吧，你想咋地就咋地吧，我顺着你来。这事也就这么慢慢慢慢他把啥事都推我身上，就是在我心里，他发小他朋友永远会比我重要，就是他朋友发小第一，他家狗第二，我就得往后顺。还有一次我从家回来，在车站等他，我都到车站了，他说好接我，然后那我是不是他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去不了，我得等会儿才能去，我朋友的那个什么电瓶什么坏了，我得去帮他去。那我是不是完事告诉你了？我说你多长时间能完事？他说啊，快，一会儿完事了。然后我能等着1个多点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还没来呢？我说你要是没完事的话，我就先走，等你完事你再回来找我。我说你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在那等了3个多，这人4个点，人也没回来。后来我走了又怪我。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等我会儿，一会儿我就到了，一会儿就到了。你那一会儿到底是多久啊？当时没想那么长时间，我还得取一趟工具，一会儿就过去。这事儿你错没错吧？反正是磨叽了，是晚了。但我一直也在联系他，最起码我没失踪，我没告诉他我丢了，我怎么不联系你？啊，对，提失踪这个事儿啊，他不刚毕业吗？大4的时候他们毕业典礼，他们一堆人出去喝酒吃饭去。我说行，我说去呗。全程4、5个小时吧，他们喝酒，一点联系都没有，都半夜了。你说我也找不着他人，我是不是着急？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然后我就生气了。这事儿也怪我说，我不告诉你了吗？怎么地的？我说你告诉我了，我就不着急了呗。大学毕业4年同窗了，开心。我也没说不让你去喝酒。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今天晚上肯定是8成看不了微信，看不了手机，咱一块喝酒吃饭唠嗑侃大山。结果他跟我说啊，行，知道了，好好的啊，当时答应好好的。结果晚上，夸从我吃饭开始，一直到我吃饭结束，电话没断过，微信没断过。那你为啥不接？我没听着。那你怎么知道没断过？因为第2天早上起来看，谁信呢？从下午4、5点钟开始，全程4、5个小时不看手机，谁信呢？哎呀，这怎么了呢？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还是找不到他人了。怎么又他消失了呢？因为我联系不着他呀。然后第2天就说，我联系不到你，为什么你就能联系到我呢？啊，没影了就。然后后来哈，我找的同学，找到她闺蜜，可算找着了。任大姐搁寝室睡呼哈的呢。你每次我俩吵架生气的时候，你都需要找身边的人，都需要跟身边的人说一大圈，把咱俩事都说出完，你就得劲，你就高兴了。那你像我不找着他们，我能找着你吗？每回我打电话你接，那不就找不着他们了吗？每回也不接。对，没事就找我闺蜜告状。对，你现在就会告状，然后什么？我告诉你，我让你和他们认识，不是让你监视我的，是让你和他们成为朋友。你说你老用他们监视我干啥呀？那我找不着你，我肯定就得找他们呢。就这件事还是后来找人家还怼人家。谁怼谁啊？她怼我闺蜜。怼她闺蜜咋回事？就平时我们跟她一起玩都是，然后哈，她闺蜜有时候就做那事儿贼小孩儿，吃个面条稀溜稀溜的搁那，我就说你别这样不好。她就说我属于她闺蜜了，怎么样的。后来还有一回，就是我跟我朋友吃饭，一块打电话，咱们，她闺蜜就搁旁边插话溜缝。他俩不认识吗？不认他直声了吗？那我这边不说正经事儿呢吗？你说你手机外放，不所有人全都能听着吗？那我自己说正经事儿就该外放。那你为啥外放啊？
那我吃饭我俩手都占着，我不外放。就发生了什么吧？就她总是怼我，在就是闺蜜这件事上，然后还总是说我怼她闺蜜。你说正常喝汤不都有点声音吗？然后她就说那个，我跟你讲。什么人吃饭那个有声儿，只有乞丐吃饭才有声儿。我说你怎么那么说话呢？我在你朋友面前说，我说你朋友你不开心，你说我朋友我就开心吗？我是不是跟你闺蜜问过一回，就是我这么怼你愿意不？她说反正虽说怼我不愿意，但是你说的没错，确实我做错了。这是她闺蜜原话。行，听懂了吧？男生永远是有理的嘛，女生永远是委屈的嘛。女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是跑嘛，男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是惹怒了然后去找嘛。下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不是说闺蜜的事儿，他们好像还采访到了闺蜜，我们听听闺蜜怎么评价她吧，来听一下。他俩在一起蛮久，有时候其实感觉她男朋友对她有时候挺不上心的。我记得有一次蛮严重的，就是他俩那个在一起100天的时候，潇潇这边给我发视频，然后就挺开心的，然后在那边化妆，然后还帮她选衣服什么的。然后挂视频之后，过了一会儿，就一个电话过来，就到我家了，然后说那个她男朋友放她鸽子了，哭得可委屈了。那你怎么看他们俩一生气，这个潇潇就玩消失这个事儿呢？两个人吵架肯定最重要的是沟通，然后他每次就玩消失，就是也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要不然就是肯定下次还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就是做这种无用功就没有啥用。听完啥感觉？她闺蜜都说她玩消失总是不对，然后她还总消失。她说没说你不在乎？你怎么就听一半呢？我就想知道这个，我看他们俩怎么怼这一段啊。刚才女生说了一段话啊，我就在想，就说她的哥们儿是第一，狗是第二，反正我就排在最后。你总是会觉得说，在你的心里面，这个男人没有把你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是这意思吧？他对我好的时候是有好的时候，可是我就感觉他不在，有的时候不在乎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就觉得是一个拌嘴吵架啊。那你指的这个具体的不在乎是指什么？就是录歌不帮你录了叫不在乎，对吧？不是，是他答应我好多事儿，他不做啊，就是或者是一推再推，推到后来不能再推的时候，他才会做。那不一件一件都在做呢吗？你看看，我每次说的他都有道理。我要是不消失，他就会一直这样。我每次跟他吵架，就你跟他好好说不通，你要跟他好好说，他就是有一大堆道理等着你，跟你掰扯到我输了，我说我错了，这事就拉倒了。那本来就是你这件事做的不对嘛。他什么事儿做的不对？你就像毕业之后我上班工作，我天天忙的就是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到晚上9、10点钟下班，然后回来之后他还想让我陪他出去，我到时候我一点累劲儿都没有了都。不是你什么工作呀？老师，有时候就周6、周天课都排得满当当的。那不就一周两天是这样的吗？有时候平常也有，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学生，我还在外面跑。你要是幼教的话，小朋友白天都得上课呀。不止，因为是周6、周天是全天，我蹲在这儿不动的。是啊，我就说1到5啊。1到5我白天是从早上到晚上也是有别的课的，就是属于像一些其他高考的学生补习乐理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也是带的。行，当你就是忙吧，1周7天天天忙，怎么了？然后晚上回来了，就是说那个要出去溜达。我说我今天太累了，咱过2天我休息的时候再溜达。你没有休息啊？有啊，我周1是休息的。哦，还有一天是休息的。我周1还上课呢。接着说。我说等我休息再去呗。他说不，我就想今天去，你不去怎么样的，就也是因为这事拌嘴又跑了。还说我有时间就是那个跟别的女老师去那个什么去聊微信去，然后我还给他解释过，是不是跟你解释过那个？哼，那解释的可好了，我俩就是同事关系，没有别的。你家同事晚上11、12点找你啊？那不是也得安排课件啊？白天说不完呗，非得晚上下班了说。白天课一直在那么多，都顺上了的，就没有休息时间。对，你全天都是最忙的，就你最忙，然后没有时间，只能等晚上的呗。那剩下的时间只有在课余之后，我才有时间跟他一起商量第2天上课的课件啊。每次说你都有理，我就不信你全天能一点空都没有。那本来就是嘛。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想让他改一改，别这样了。让他改什么呀？就是能多在乎我一点，别老把我放在顺位上，一顺到底。你觉得他在乎你吗？
他有的时候还是就在乎。你今天讲的所有事情，有一件是他在乎你的吗？他有，就像我大4出来住了嘛，他会天天不管我多早的课，都会天天送我上学，然后还会给我做饭，就照顾我一些事儿。但就气我的时候是太气人了。你来是干啥的呀？我就想让他爹老一生气就跑，找不着人。你们俩谈了多久了？1年。谈了1年，这种状态有多久了？2个月。那发生了什么呢？以前不都挺好的吗？我也不知道啊。他之前就是一些小事儿，就像我说的，他老是承诺完之后不做，或者做的晚，就一点点累积，一点点累积，就整现在这样。所以你们的朋友怎么看待你们俩呢？你的朋友是说这么作的女孩分了得了，对吧？对。你的闺蜜那个话的意思，我听也有这意思。那干嘛不分呢？可是他对我好的时候也没听说他怎么对你好啊？就是一些小事，特别特别小的事。你们吵架不也这些小事儿吗？来吧，看看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作就是理由不充分的折磨别人，但是在恋爱当中，我们女生经常会说小作一下，但是小作是怡情的，可是大作就伤情了。但是男生呢，他们总觉得你这么作没意义，但他们不明白女生为什么要作，作是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他为什么一直玩消失？他玩消失就是觉得我只有消失了，你才会对我足够重视，我才能够在你那里享受到第一位的感觉。所以你要想让他不玩消失很简单，你对他重视起来。但翻回来我要说你，凭什么你在他那儿就必须永远是第一位的呢？凭什么他的世界里面永远要把你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呢？他没有自己的人生和工作吗？为什么答应了给你录音，如果不录的话就不行呢？在恋爱当中，我们是想要成为对方心中的独特的那个人，唯一的那个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只是其中一环。如果你事事都揪着自己要当那个第一位的话，那你这段恋爱一定谈不下去的。你要明白，消失这种手段呀，你用多了会遭到男人非常非常的反感。他第一次找你，你试试他后来会找你吗？当有一天你发现，我天哪，我玩消失你居然都不担心我，不担心我会不会出现危险的时候，那你就彻底心寒了。但是不是因为他不担心你，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你的套路和手段。所以别傻到天真到那种觉得我只要一消失就能够在他心里面引起一段时间的在乎和重视。那之后呢？之后怎么办？所以我给女生的建议就是不要事事争第一，不要争做他心中的那个太阳，不要把爱情当作生活当中的唯一。因为他现在步入社会了，你们两个人关系出现问题，肯定很大的原因是在于他步入社会之后，你突然感觉到自己不如以前在他心里面足够重视了，因为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忙了呀。虽然他没有那么忙，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能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去玩消失了。所以两个人先都成长吧，先学会做一个大人，再去做大人该做的事情，谈恋爱，好吗？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杜琪老师，21、22岁谈恋爱，谈着谈着怎么人都老了感觉？因为你们在这段爱情里面在消耗自己，你们是这段爱情的消耗品，是不是？你一次次跑的时候，我知道你很难受，因为你无能为力嘛，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吵又吵不过他，说又说不过他，是吧？你要的东西他又给不了你，怎么办呢？你只能跑嘛。你也是嘛。我相信你对他是有爱的，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就是我对你是有爱的，但你确实不能是唯一，你就真的不能是唯一。这句话你说不出口，对不对？你们两个在这段爱情里面被消耗了，你们的时间、你们的能量、你们所有的美好，
在这段爱情里面慢慢的被消耗，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你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表象很简单，你叫过度关注，你叫渐渐忽视，你们这两个一定有冲突，你知道吗？你是越来越关注，你必须要关注我，我对你是过度的关注，一直盯着你，你也必须一直盯着我，结果他做不到，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做不到，他就是做不到的。男人的热恋期，在他一生中对一个人只在一个时期，他只出现一次，他是不可逆的。他的一生，他对你就只有最热烈的那一段时期是对你的热恋期。如果你把那一段时期当成你们未来生活的标准，那就是你标准的错误。爱情里面我们要允许人家不把你当唯一，爱情里面对方也不应该是你的唯一嘛。人生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工作、兄弟、宠物，关注这个我关注那个也很正常。这个时候你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你把他当成了你的唯一？这是你的问题，你的错误。还有你也有问题，你硬生生的把一个女人逼得消极对抗。一个姑娘她一次的消失，你觉得不安全，是啊，这个不安全是你逼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依不饶嘛，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吵架。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你想要放出来？你说过你教我的，你不教我，我今天就是跟你对着干，是不是这个道理？吵架不是为了赢吗？如果吵架为了赢，你们一定分手。吵架是为了找到亲密关系的磨合中出现的那个问题。你的吵架不是，你的吵架是我摧毁你，我打倒你。我能够承认一个男人热恋期可以过去，我也可以承认一个男人，你说我爱一个人，但是我工作也很重要，我都可以承认。但是如果你要在两个人之间的吵架时候一定要占据那个主要的或胜利的或最终利益归属人的地位的话，那么对不起，你不配谈这段恋爱。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张老师，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位啊，都是两个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进入了一段情感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孩子，其实还都不懂怎么去爱呀。我要跟这小伙子说一句啊，这个是爱，它不是辩论赛，要分出输赢来，也不是过家家，爱是要用心去包容对方，去理解对方，也要去陪伴对方。在情感上要把对方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在行动上要多陪在他身边。其实他那些作那些闹都是反映出他对你一些行为的不满，他认为你不在乎他，你总是忙你的事儿，忙你那哥们儿，忙你那狗，永远忙不到他那儿，他心里失落了，情感失衡了，才会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所以真的小伙子，我觉着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不要每次一发生矛盾，本来是正常的沟通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了你要打败他的过程，要说服他。其实你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问题，你也要去学习怎么去爱和怎么得到爱。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姑娘已经把你当成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以希望你好好爱她吧。好，谢谢张老师。米娜老师，跑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跑第一次的时候，他可能会在第1分钟就会担心你，然后找到你。跑第2次的时候，可能他会在5分钟的时候担心你。跑第3次半小时，跑第4次2小时，越跑得久，你在他心中就趟开了一趟安全的疆域。他觉得没有关系的，你肯定是到闺蜜那儿了，没有关系的，我晚一点再哄你也无所谓，因为知道你安全，因为也知道不会失去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他也因为在你跑的时间里头，第一次得到了1分钟的自由，在这1分钟里，他心急火燎的找你，没有顾上享受自由。第2次他有了5分钟，他可能用了4分钟在享受自由，用1分钟在心急火燎的找你。慢慢的，你走1天或者走个几个小时吧，他用1分钟找你，用其他的时间享受一个人的自由，他会习惯你不在身边的。你明白这个吗？明白。你走的次数越多，拉开的时间越长，他越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没啥，女朋友走吧走吧，当他出差了。所以跑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只会让别人觉得没事儿，他出去散散心。
把它当成了你的一个常规手段，就像我们常听了的狼来了，狼来了。然后女朋友这一个跑，整场下来我就是有一个地方我听了心里会有一点咯噔，就是女朋友跑了好像是第一次蹲在路边，她说她就像一颗大蘑菇似的在那儿蹲着。这话听起来好像幽默，但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你说她就可怜巴巴的在那儿蹲着，她就委屈的在那儿蹲着，她就自个儿可孤单的在那儿蹲着，或者是她就在那儿蹲着，看上去挺无助的，挺生气的，那么我都可以认为你对女朋友在那儿蹲着，或者女朋友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有情绪的。这个情绪不管是愤怒、同情、心疼、思念，管它是什么。然而你却在不该幽默的时候你去幽默，它像个蘑菇。什么是蘑菇？蘑菇是需要你带回家的吗？蘑菇是需要你拿回去好好呵护的吗？好好沟通的吗？不是。你的这一种幽默感会让女朋友觉得你真不重视我，你不在乎我。其实当他作的时候、闹的时候，别跟他讲道理，讲啥道理呀？你只需要就是抱着他，我爱你。你说10000遍我还是爱你，你挑我再多的刺，我就是爱你啊。我今天是不能陪你逛街，但是我真的心里有你。我们明天不行的话，你说哪天是哪天，我定在日程表上，今天就是我错了。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就能化解吗？能抱的时候就别让他松手，能亲他的时候就别让他发牢骚，这事儿就解决了。你干嘛一定要坐在那儿跟他掰扯谁对谁错，谁成熟谁不成熟，谁懂事儿谁不懂事儿？两个人的事儿其实都没啥大事儿，女朋友就是希望你多爱她一点，而你也一定不嫌她，你也很爱她，否则你也不会每跑一次你都在后头找一次，对吧？相处的时候两个人再调整一下相处方式，就会是一对很完美的恋人了。继续你追我赶呗，没啥。谢谢米娜老师。要跑就别回头，回头就别跑，别吵，吵也无济于事，跑也无济于事。一起进入真情60秒。只要你下回就是想作想闹能说清楚，别老是直接就跑。一跑的话我也找不到人，我也说不出来啥，还没等我说呢，人没了，就又陷入找了。本来没多大气，然后整得我最后也生气，你就也没心情哄你了，劝你了什么的。你老是讲道理干嘛呀？你非要跟我掰扯干嘛呀？你就不能说我走的时候你就不能拽着我吗？你非要跟我掰扯，你跟我掰扯我能不跑吗？我也说不过你。那每回想找你的时候都得找那么长时间，找到最后、就是、还嫌找我时间长，找到最后已经就是找不到了，找累了，找疯了，然后回来也没什么别的话想说了，就是想说这件事对错了，只剩这个想法了，就是能咱不跑好好说。跟你根本就说不通，说啥都没有用。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烧着与你正常，这就跟他们无数次在生活里面那么跑是一样的。他猜到他要跑，最后他说我不追了。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学习到了，成长了，那我觉得这一段爱情一定是有价值的。如果他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学习成长，只学会了以自己为主，认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那我个人觉得这段恋爱他们就白谈了。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从认识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期间也是分分合合。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想和他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他身边老是有一些异性出现，让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我走下去。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我，但他总是不太信任我，经常吵我，让我觉得很累，而且他和我女儿也相处的不是很好。毕竟我们现在年纪也不小了，我也想早日回归家庭，希望他可以给我明确的答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肖先生44岁，来自湖南，销售，有请肖先生，有请。胡女士42岁，来自湖南，销售，有请胡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吧？是的。啊，都有一个宝宝，是吧？现在离婚之后，孩子跟谁啊？我的跟我。您的呢？跟前妻。分分合合也有8年的时间了，是吧？是的。谁先说？我们当初走到一起，也是因为曾经有各自有相似的经历才走到一起的。然后刚开始的头几年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相处下来的话，我就发现他总是不太信任我，在一起相处就挺累的，所以就不想再继续下去，后来就分开了。你不相信他吗？因为刚开始吧，觉得他挺不错的。然后呢，我们相处的时间里面就是发生几件事情吧，让我就对他和这个异性之间的交往就有点不太喜欢。比如有一次我在工作，他家小孩吧上学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他让我去接一下。平时呢，一般的时候没事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一块去接的。那天我就有事，他就威胁我说，如果你今天不去，我就叫别的男人去。当时我就没太当回事，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开玩笑吧。谁知道后来就是晚上吧，然后我从外边过来以后，他的小孩就是无意间就说出今天有个叔叔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吃了饭，还逛了街。当时我挺生气的，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因为当时的孩子嘛都快放学了，如果不去接他的话，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学校。然后我打电话给他，我就说今天接一下，他也知道今天要接，但是又说去不了，我就说那没办法，肯定要去接，我这边工作没忙完嘛。然后我就让我一个朋友去的，因为这个朋友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因为他也知道我的一个个人情况嘛，所以他就帮我接了。接完以后呢，然后本来就是饭点了，我们就一起吃了一顿饭。因为我跟这个朋友之间是很磊落的，他的爱人啊这些我们都认识，都关系都挺好。我就觉得这个也没必要去过多的去讲。然后后面他就是误会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解释过了，但是他就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就觉得挺恼火的。我说两个人在一起，我都跟你解释过了。但是你可以回家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对不对？你回家以后也没告诉我，如果不是小孩非真说出来的话，我都不知道这回事。因为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解决，孩子也接回来，其他东西我就不用多讲了。我也没有去埋怨你没去接孩子，所以我就没有太把它当回事。所以在这儿我有2个点想问一下啊。第一个点，男生说的是他威胁我说，你不去接，我就找其他的男生去接。根本就没有。是他的感受出现了偏差，还是他的感受出现偏差？您当时说的是我不可能这样。您当时说的是，如果你不去接，我就去找别人接，还是当时说的是，如果你不去接，我就找别的男人去接？我就找别人接，别人接，只是说我没去说是异性还是同性，没去这么接。好，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点，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去接呢？因为我在忙工作嘛，事情没忙完，没办法赶过去。好，你当时也在忙工作是吗？对对，正好那个时候反正撞档了，所以你觉得他是不信任你，是的，对吧？是的，你觉得你被威胁了，是这意思吧？对，就是这个话听在他耳朵里，就是说我好像像一个预备队一样，如果我冲不上去的话，预备队就会冲上去。对女生来说没啥呀，对吧？我找一朋友接一下啊。对，这是第一个事儿哈。对，第二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先生？有一次我不是从外面出差回来嘛，回来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庆祝一下，对不对？我就约他一起吃晚饭。然后他就直接回绝了我，他说今天没空，我就约朋友。然后我在等待我这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已经来了。我说你这不是没空吗？你怎么到这儿来干嘛呀？他跟那个谁说约了一起吃晚饭。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我约你就没时间，别人约你就有时间，就跟他吵起来了。当时当着朋友的面，让我觉得非常的尴尬。事情我后来就是我也跟他解释了，确实是他是先约我吃饭，有业务上的事情想咨询我，没有想到我去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在，然后他就误会我了，以为是我故意不和他去吃饭，所以就是赶事，然后就这么巧的就赶上了。女生的解释是说我先约的别人，而且是因为工作啊。其实你跟他说一下就好了。因为那个朋友约我的时候没有过多的去想，因为我本身就是做销售人嘛，就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在现场看到你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是怎么想，对不对？那我事后我也给你解释，也给你道歉了。还有那个第3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就看他那个朋友圈，然后他就发说明天要出差去外地，然后我就主动联系他，我说那你明天去外地的话，不如你去之前咱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吃完饭以后我送你去飞机场。
他当时就说吃饭我就没空了，但是你送我去飞机场可以，吃饭喝水已经约好了，然后约好的也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个单身，而且还是他的粉丝。然后我就到了那个约定的时间，然后他们吃完晚饭以后，我就到他楼下去接他，在那个去飞机场的路上，然后我就接到那个一个电话，客户请我去那个唱歌，因为我们这种做销售的，你平时不维护客情关系的话，你不可能有业务的时候他就主动来找你，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说，等会儿那个有客户让我去唱歌，他就发脾气了，他说你既然来送我，又搞出是不是心里不想送我，然后非强制我把那个车子靠边停了，然后因为他坐后面嘛，就把车门给他拉下，然后就下车了，因为当时那个车又比较堵，那我的车子又不能在那个原地停得太久，然后他就把那个行李箱拿下去，我就只能走。后来以后那个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不接我电话了。这个事情当时确实让我挺生气的，因为是他提出来要去送我的，他一上车就跟我讲话就有点阴阳怪气的，就觉得我又跟其他的异性去吃饭去了，好像就那种感觉。才走没一会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边要去唱 K， 那我就觉得你既然就说你心里有我，不要跟我说这个事情。这么一说的话，让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本身像我们都是离异嘛，然后身边的就是离异的朋友也挺多的。我感觉我就是你这个备胎，因为他的粉丝也比较多。然后你看粉丝是什么？就是喜欢他的人是吧？喜欢他的人挺多的，因为他确实来说，在我们那个圈内来说啊，还是比较优秀的。你们是什么圈啊？就是怎么说，我们一个单身的圈吧，其实也是经常在一起那个搞活动。所以他一上车的话，就跟我讲话就阴阳怪气的，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那么之后您就下车了。对，然后你们俩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呢？后来我走的时候，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什么的，我就心里很生气。你把我的手机拉黑了，微信也删了，我也联系不上你，对不对？那是过后了。好，这个事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是说陷入了冷战，还是说又和好了，还是说分手了？没有，我们就没联系了。几个月以后，然后我就听朋友说他又找了。那怎么又走在一起了呢？因为有共同的这个社交圈子，有时候又碰到了。碰了以后发现他还是单身，是吧？然后我这边呢接触的也不是说很理想，因为毕竟我们认识这么久，对吧？感情肯定是有，心里头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只不过有时候觉得他在这种跟异性的交往，在处理方式上让我很不舒服。我想，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所改观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走到一起的。您那个时候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吗？也没怎么联系。然后又重新追还是怎么了？又重新开始。我就觉得确实是有这么多年啊，我就觉得就是之前发生这些事情啊，让我觉得心里面就是还是有一些梗的，我就怕他还是会怀疑我。就算你说的就是有异性喜欢我，这也不是我的错啊，对吧？但是我和他们都还是保持了距离啊。这样的分手你们分过几回啊？在这8年期间，彻底的分手就这一次，但是期间就是说闹别扭、闹矛盾的之间可能有1个月啊。所以今天先生来说，既然我们在一起了，对吧？那好，我希望娶你，是这意思吧？是的。但是您现在心里觉得有一些不踏实的部分。刚才说了，第一个不踏实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相信我。第二个是什么呢？对，然后现在的话，因为他是孩子跟前妻嘛，他没带孩子，但是我是带了孩子的。我一个女儿今年有12岁了，进入叛逆期了，情绪上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排斥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觉得他既然就是想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你就要好好跟我的女儿相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外面办事，我就委托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就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我可能会回来的晚一点。结果我刚好在跟客户谈事的时候，然后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生气就说不要跟他在一起。女儿为什么说不让你跟他在一起呢？那天的话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小孩不做作业，饭也不吃，澡也不洗，到了11点钟还在那玩手机。你说我该管还是不该管？然后我就把手机拿了，我说你赶快做作业，要么就洗澡，要么就睡觉。他就跟我发生矛盾，不能轻他一面之词，是吧？我觉得我跟孩子叛逆期的时候本身就跟父母之间的话，那我换一个问法吧。如果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你那天要出去应酬，这个12岁的女儿你怎么安排？就是自己在家了。既然想要跟孩子相处好的话，那么就肯定平常多给他一些关爱和陪伴嘛。然后有一次我们约好了周末一起去爬山，结果头天晚上他就和朋友出去打麻将，凌晨4、5点才回来，没精神嘛，然后就睡觉，然后就没陪我们去了，然后就我们自己去了。那我就觉得也挺伤心的，我就觉得你没把我们就是放在心上面。这相当于是觉得这个男人可能还没有做好融入你们家的准备。你第一个考虑的是跟你女儿的关系，对吧？对。那第二个，他对你怎么样呢？我们俩做销售的话，平常其实时间都还是有的。我就觉得谁有时候在家里时间多一点，然后谁可以就是家里这些家务啊事情啊可以多承担一点。而且我喜欢这种家庭氛围啊，比如说做饭。
然后你觉得你做的饭不好吃，没关系，我可以炒菜什么，但是我就希望就是你不要在边上干等着，然后你可以给我打下手啊，两个人一起在厨房，这样子其乐融融的多好。做饭我又不是没跟你说过，对吧？买菜我也买过，只不过是吃食和做的不多而已。但是你要坚持啊，你不能就说，哎，我今天做一次就算了，我就是做过来。这如果说这样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就是共同的家呀，那一起要去共同的经营啊，对不对？如果哪天你是直接告诉我，你说，哎，今天不想做饭，那是不是我自己会主动去做饭？但是我又不知道你今天是想做还是不想做，你没明确告诉我了，你可以告诉我。那这事情还什么事情都得我来告诉你的话，我干嘛呀？然后你跟异性去吃饭，啊，我也不要不管不问。那一说的话，你这就说过了不？我问一句啊，您是想娶人家对吧？对。你为什么要娶她呢？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确实挺优秀的，然后对我呢好起来的时候对我还是特好，就是对我不好的时候，就是那脾气一来了以后也是挺难看的。那就说白了是他脾气不好，其他的都好。那吵架的时候能有好脾气吗？好，您现在来啊，是说我不想跟他处下去了，还是说他现在提出了结婚的这个要求，让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哪一种？对，我还是有些犹豫。如果在谈恋爱是没问题的，是吧？如果还是这样怀疑我的话，那也谈不了。啊，明白了。所以你认为你们到了要结婚的阶段了，对吧？对。你可能认为现在观察一下才是更好的时期。对。两个人的这个时间是错位的。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老师们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情当中的这种爱啊，是一种偏爱。偏爱是什么呢？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世人万千，我唯独珍惜你。但在我看来，胡女士对肖先生的这种爱啊，是弱水三千，你只是我其中一瓢；世人万千，我唯独不珍惜你。我觉得他不是备胎，他是个工具人。在你们心目中，谈恋爱不算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算。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频繁地出现在单身圈子？而且你们对自己的定义是我们这个圈子都是单身，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对外公开。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各怀鬼胎，心里想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虽然我们这些单身朋友认识的时候，因为我们基于都是单身而认识，但是认识了以后，因为都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就成为了朋友，就成为了这种正常的，就是不是你单身或者不单身这种正常的朋友。重点来了，那这些因为单身和相似经历认识的朋友，他们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吗？都知道吗？对，知道。那个男生为什么不知道？他是后来的。我就是提醒你们两个人，在刚才你们的表述当中，我听到的，你们两个人认为可能只有婚姻才算是一种稳定的关系，谈恋爱不算。所以呢，在男士心里，你一直说胡女士跟各种各样的异性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心里不舒服。但我也没有看得出你到底对这种他跟异性频繁接触有多么抵触。你们之间没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在你心里面，你就自己认为你也是他众多追求者当中的一个。所以你会嫉妒，你会吃醋，哎，你为什么约了别人吃饭没约我？但是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其实在你们内心的深处，你们不认可你们这种恋爱关系，你们只是觉得就是个伴儿而已，随随便便轻轻松松两个人都可以转身去找各自的爱情。如果不是一种稳定的关系，就不要用稳定的关系去要求对方。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期间他所跟他吃饭的人，除了那个接小孩那个是我不认识以外，其他的我都认识。我也知道他们之间没什么事，但是他之间的这种做法，就是我心里很不舒服。其实我你不用来说服我。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个跟异性暧昧不清的女人，你娶回家你放心，那你就娶。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你们两个人内心深处有没有真正的对你们这段关系有一个认可？有一个清晰的、明白的，觉得我们是在谈恋爱，是1对1的恋爱关系、恋人关系，而不是我是你追求者之一。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对他是爱慕，能看得出来，因为他是所有你们单身男士当中一个佼佼者，所有的人都追他。你觉得你追到他，你是骄傲的，所以我肯定你对他是有爱慕，但他对你
是需求方，需要这么一个男人来帮我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帮我照顾孩子，在我工作忙的时候去帮我接孩子。所以你们两个人关系不对等。我只是希望你明白一点。明白，谢谢老师。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只是众多的追求者，你就不要用她男朋友的身份去要求他。最后跟女士说啊，我觉得您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不是你爱慕的那个人，他只是能在生活当中给予你帮助的男人。如果再次进入一段婚姻，需要谨慎。你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好的，谢谢。爱了好久啊，没有爱明白，都结过婚，也没有结明白。看来看去，我就觉得只有2个字，叫功利。女士刚才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说，你爱我你就应该信任我，爱你就一定要信任你吗？爱里面就不能有猜测吗？爱里面就不能有恐惧吗？爱里面就不能有疑问吗？爱不是无条件的信任你，爱是需要你有值得信任的地方。什么是稳定的关系？稳定的关系不是拥有吗？稳定的关系是放弃吗？你们2个人都拼命的想要去拥有对方，你们放弃了什么？你们啥也没放弃，你们就没爱懂，你知道吗？为什么结婚？你们心里面都有一本账。你刚刚说的很清楚，我就是要得到他，我只有那张纸，我才能跟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你为什么要结婚？我为什么说你是功利？功利不是错，我没有说我们爱情和婚姻就不能有功利。你心里面也是有一本账的，我需要女儿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我需要这个男人做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你们2个人都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对于婚姻选择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你们对于未来生活的蓝图是怎么样的？将来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们在整个描述的过程之中，只有你对我好不好，你对我女儿好不好，你对于家庭的贡献是多少，并没有任何你们真正对于生活的这种期许。所以你在判断婚姻这段婚姻对不对，这个人对不对的时候，你必须要判断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将来的生活，未来10年20年女儿不在身边的那个20年30年的生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而这样的生活，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参与进来，他有没有能力来支撑我这样的生活。我个人认为爱情和婚姻，尤其是重组家庭的婚姻，是需要有一些功利的，不是说完全不需要，但是不能太功利。也就是说，功利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它只是一个部分的指标。真正的指标是什么？就是我们2个人的组合，最后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究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重组家庭的2个人，我希望2个人真正能够让2个人走到一起的品质是什么？是善良，是信任，是可以相互支撑。就这样。2位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么也经历了这8年来风风雨雨和分分合合。那么今天肖先生提出婚姻这个要求，首先在这个点上我还是为你点赞的。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反而他退缩了，他犹豫了呢？因为他觉得累。为什么会觉得累？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肖先生您站上台来一味的是说他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能怎么了。我希望你能明白一点，爱既不是求来的，也不是要求来的。爱是怎么来的呢？爱应该是吸引来的。你应该把自己变得更好，让他对你更有信心，让他对未来更有希望。您说对不对？还有呢，其实你们的问题，至少在台上我没有听到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很多问题都在细节上。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感情和婚姻也是败在了细节上。提到那个孩子，你2次用的都是他那个女儿，你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8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您这个准父亲的存在。是的，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他，那就应该去爱他的女儿，去把他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女儿。从今以后再提到这个孩子，请您换一种说法，咱们的女儿，好吗？好，谢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现场做一首打油诗送给你们。重组家庭不简单，换位思考是关键，携手同心诚相待，共赴岁月起新篇。好，谢谢肖先生，那
整个的这个事情其实挺平淡的，你们讲起来我也没有觉得有大的矛盾和大的波澜，但是能够感觉到一个词偏爱，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说的就是他。在整个恋爱关系里，他永远都有最重要的人放在前头，客户、朋友、孩子、花和别人眼中的我，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你永远都是在第二。为什么？因为你偏爱他，他也知道他被你偏爱着，你的偏爱使他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反正不会生气，生气了也反正不会走，你最多就是发发脾气。可是他一旦发了脾气，就可以拎起行李箱跳下车，即使是在车道上，他也可以随时把你拉黑，让你消失。今天你想用婚姻的方法来给自己找到安全感，但是你却搞错了一件事，想用婚姻拴住一个人呐，往往被拴住的是自己。你想拴的是他，但到最后又会变成了对你更加的有恃无恐。为什么？因为你就是那个必须得带孩子，必须得养好花，必须得做后备军，不能够比工作重要，不能够比朋友重要的那个家属。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很多以工作为重的人总是会选择说，我以工作为主，我要挣钱养家，所以你们先往后站。你以为你能用婚姻使自己显得在他的生活里特别了、特殊了、独一无二了？不，你一旦用这张纸得到了他，他会把你和孩子一起放在家里。其实问题更多的是在你身上，你不爱他，或者说没那么爱他，但你不肯说。如果你很爱他，8年里头你都没有向他提出要结婚吗？这8年里头，今天的所有讲述里头都没有你为他做了什么事儿，而他让你伤心这一类的故事。有的全是他为你做什么你不领情，他为你做什么你稍有不满，他为你做什么你觉得不尽如人意。他其实来你的生活里头就是搞服务的，你觉得享受他的服务，然而想让我把你变成我的伴侣，你还差一点。你不觉得你未来的人生跟他在一起你能踏实放心？不管，也许是经济的考虑，也许是孩子的考虑，也许是2个人的工作性质的考虑，不管是什么考虑，你总觉得如果我要结婚，可能不是你。你在里头挑剔了他很多，比如说他对我的女儿，他管我的女儿，天哪，亲生父亲可能也都是这样诈尸似的管孩子，忽然有一天出现了，管一下孩子，哎，你今天不能看 iPad， 然后平时消失了，亲爹都这样。你就别说是这样的一个被你留在家里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叔叔，如果你觉得他不是你未来想找的那一个老公，或者你说我觉得我此刻就是不想结婚，你就应该明白的跟人家说清楚，而不是吊着人家，而不是挑剔他说我不嫁给你是因为你不信任我，我不嫁给你是因为你在不该管孩子的时候管孩子，在该管孩子的时候你不管孩子。您想想您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他很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在尽力，他的明显错误并不多，问题在您。谢谢米娜老师，你们俩其实挺像的，就是当听到了自认为对我不利的言语的时候，马上的反击，说明你们的保护性都特别强，你们都特别缺乏安全感，至少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自己去想啊。剩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从2012年到今天，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其实你的好和对我的不好我都很清楚。其实你目前所认为的障碍是吧，就是我们家小孩的问题。其实小孩你也知道他是叛逆期，平时你不在的时候他跟我相处是挺好的，只不过你在的时候可能觉得你在旁边，然后对母亲的一种依赖，可能在某些方面对我的做法就是一种抵触的思想。然后在经济上，你在经济上我们认识这么久，你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对吧？然后你好起来的时候对我确实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障碍。以前是因为要生小孩的事情，现在我们不考虑生小孩了，所以说我们之间走在一起的障碍，2个障碍是吧？一个小孩的障碍和一个不生小孩的障碍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我希望你嫁给我。我知道你
心里一直有我。然后这么些年，要不是你坚持的话，可能也走不到现在。但是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时间到哈，这么大的事儿都没讲啊！就曾经最大的冲突是在这儿啊，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啊。谢谢两位，来，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啊。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再婚情侣是如何选择的，请开门。这个我不知道代表的是要分开，还是代表现阶段不接受你的这个求婚啊？你有话跟他说吗？希望这次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一起点点滴滴是吧，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虽然之间有矛盾有分开，但是我们现在走在一起的话，不存在之间以后不存在什么障碍，我的事业也有起色了，对吧？经济上虽然你一直没有对我提过什么要求，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在一起也不再生小孩了，对吧？又没有车贷，又没有房贷，我们也没有那种什么大富大贵的思想，过这种小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挺知足的。希望你回去好好考虑，嫁给我。谢谢你，请回。有一种悲伤。这个看着扎心了啊，到最后真是扎心了。就是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在情感当中，不爱就是不爱，不管你做了多少，不会爱上，永远不会。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你付出能得到回报的，那是因为对方也爱你。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友相识表白的时候，他坦白说他有过一段很短的婚史，领证了，但是没有办婚宴，没有一起生活。因为呢，男方领证之后的争吵、辱骂等一些过分的表现，他选择起诉离婚。我并不很介意，但是面临婚姻，我在考虑是否要和父母说，我更倾向于隐瞒，这样对吗？隐瞒还是不隐瞒，你要想好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父母知道了之后，你们是否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你们两个人如果是在婚后再去向父母坦白这件事情，或者父母自己发现了这是你们的一个秘密的话，那到那个时候，父母有可能会认为是你的妻子胁迫你跟你结婚，或者说把所有的问题全都怪罪在你的妻子身上，那到时候你就有口难辩了。所以想清楚，如果被发现之后，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